要么派个兵越个界，要么修个路搭个棚，要么就像这回一样改一波地名，然后国内媒体那么一炒作，民族情绪一上头，老百姓瞬间就忘了自家的洋葱多少钱一斤买的，全部都跑到街上高喊印度伟大。你说这招贱不贱？真贱。但管用不管用？还真他妈管用。问一句如果你邻居天天跑到你家门口，把你家门牌上的名字用马克笔涂掉，写上他自己起的外号，然后逢人就说这房子是我的，你会怎么想？你肯定觉得这人有病，对不对？但现实中就有这么一位邻居，而且他不是改一个两个，他一口气改了27个。8月7号，就在中印边境第36次磋商会议结束的第2天，印度内政部大手一挥，宣布把我国藏南地区27处地理实体的名称全部标准化，正式录入印度测绘局官方地图。21片陆地，4个山口，1个湖泊，1处纪念地儿，全部连姓带名全给你换了。这消息一出印度社交媒体直接跟过年一样，鞭炮齐鸣，锣鼓喧天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收复了新德里。结果好玩的事儿来了，这内政部的墨水还没干，网上铺天盖地开始炒作中国在实控线附近入侵的惊悚大戏。结果呢，印度陆军自己反手就是一个大嘴巴子，火速跳出来辟谣，别瞎编兄弟们，没有的事儿，我们正搁这儿好好的守着边境。你看这双簧演了，那叫一个珠联璧合，天衣无缝。内政部在地图上开疆拓土，化身灵魂画手。陆军呢，在前线忙着摆手求放火，生怕擦枪走火。一个负责吹牛逼，一个负责圆谎，这配合默契的，德云社看了都得跪着叫一声祖师爷。但如果你以为只是一场平平无奇的地图碰瓷儿，那你可就太低估这群恒河边上的戏精。99%的人根本没看懂，这27个新名字的背后藏着一个让全网直呼叹为观止的惊天大阴谋。今天咱们就搬好小板凳，用老祖宗的智慧把这出国际笑话8个底儿朝天。我是白方大热，欢迎来到老鲁节。第一个角度，这不是改名，这是文化置换。什么意思？藏南这片地方世世代代住着藏族、蒙巴族、珞巴族的同胞，每一座山、每一条河、每一个山口都有他们口口相传了上千年的藏语名字。这些名字不是凭空来的，是当地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、放牧、朝圣、打仗，一点点攒出来的活历史。比如达旺，藏语的意思是骏马奔腾的地方，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就出生在那儿。再比如邦迪拉，藏语意思是盛开的花朵。这些名字的背后是一整套藏族文化的地理记忆。但印度是怎么做的？非要给这些地方改成印地语名字，印进官方地图，写进中小学教材，灌输给一代又一代印度年轻人。你想想，一个印度小孩从小学课本上看到的山叫印度名字，河叫印度名字，那他长大以后会怎么想？他是不是会本能地觉得这片土地本来就是他们的？这就是最阴的地儿。军事占领是硬刀子，看得见摸得着，全世界都盯着。但文化置换是软刀子，杀人不见血。等几十年后印度年轻人从小被洗脑洗透了，到了边界谈判桌上，这些被他们用了几十年的标准地名就会被拿出来当所谓的法理证据。你看，我们官方地图上标了几十年了，这不是我们的，是谁的？但搞笑的是印度人自己都搞不清楚这些地方到底该叫啥，英文名、印地语名、阿萨姆语名、纳加语名，混用了几十年。同一个地方在不同的官方文件里能有3-4个拼写版本，现在突然搞标准化，说白了就是给自己的心虚打补丁。以前名字太乱，怕谈判的时候露馅儿，现在呢赶紧统一下口径。这就好比你偷了别人的车，开了几十年，突然有一天想把车架号跟行驶证都改成自己的，美其名曰标准化管理。问题是你改得了证件，改得了这车本来是谁造的吗？第二个角度，这不是外交行动，这是内政矛盾转移。现在印度国内是个什么情况？青年失业率超过20%，物价连年飞涨，洋葱价格能翻3倍，老百姓连饭都快吃不起。莫迪政府搞经济搞不动，搞基建搞一半就烂尾，搞改革呢改不动既得利益集团，咋办？祖传手艺来了，边境领土一体。这招印度政客玩了几十年，
百试百灵。当年国内舆论压力上涨，支持率下滑，就跑到边境搞一波小动作，要么派个兵越个界，要么修个路搭个棚，要么就像这回一样改一波地名。然后国内媒体那么一炒作，民族情绪一上头，老百姓瞬间就忘了自家的洋葱多少钱一斤买的，全部都跑到街上高喊印度伟大。你说这招贱不贱？真贱。但管用不管用？还真他妈管用。因为民族主义这东西是成本最低、见效最快的凝聚力工具。你不需要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，只需要制造一个外部的敌人，然后告诉全民我们正在被威胁，但我在保护你们，支持率就层层的往上涨。道德经里有句话叫大道废有仁义，智慧出有大伪。嘛意思？就是当一个社会正道走不通了，才会天天喊的仁义道德。当统治者的智慧用不到正地方，就会搞各种虚伪的把戏。印度现在就是这个状态，国内治理一塌糊涂，就靠着在边境搞些小动作来维持执政合法性。但问题是这招用多了会失灵假话说100遍还是假话，地图上改个名字改变不了土地归属，更改变不了老百姓的菜篮子印度老百姓也不是傻子，你天天在边境搞改名表演，家里的通货膨胀跟失业问题却一天比一天严重，迟早会反噬。就像庄子所言，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。偷个腰带钩要被杀头，偷了整个国家的反而成了诸侯。印度政客偷的不是土地，是老百姓的注意力，把你对民间问题的愤怒偷换成了对邻国的仇恨，这才是最高级的盗窃。第3个角度，这不是孤立事件，这是蚕食战术的一环。很多人以为印度改名就是打个嘴炮，没啥实际性的意义，那你就有点小瞧印度。印度在藏南的布局是软硬2套手段同步推进。硬的一手是什么？基建。最近这些年，印度在藏南地区疯狂修隧道，修全天候军用公路，修前线机场，比如塞拉隧道打通了达旺地区的全年通行能力。以前冬天大雪封山，前线部队补给困难，现在1年4季都能运兵运装备，还有所谓的境内的公路网，密度1年比1年高。软的一手是啥？就是今天所言的地名标准化、行政建制升级、教材改写、人口迁移。1954年叫东北边境特区，1972年升格成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，1987年直接升格成邦，从特区到直辖区到邦，行政级别一步步往上提，每提一级就多一层合法管辖的外衣。你看，基建用来强化军事投放能力，地名呢用来夯实行政管辖痕迹，一个硬一个软，一个明一个暗，双管齐下，一点点加固自己在藏南实控区域的存在感。这就是典型的切香肠战术，今儿切一片，明儿切一片，每次都切的不多，让你觉得不值得为这点小事动手。但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一整根香肠已经没了。1962年那场仗，印度被我们打得满地找牙，精锐部队被陈建制歼灭，连尼赫鲁都差点下台。从那以后印度人学聪明，正面硬碰硬讨不到便宜，就搞这种蚕食式的小动作，节奏不快，但规划十分长久。1代人不行就2代人，2代人不行就3代人，反正跟你耗着磨你。易经里有一卦叫渐卦，山上有木，栩栩而生，讲的就是渐进之道。印度这波操作用的就是渐卦的逻辑，不追求一口吃成胖子，而是靠时间跟耐性一点点渗透。但渐卦的传词里还有一句话：渐之进也，女归吉也。渐进是好事儿，但前提得是你走的是正道，守的是正位。你一个侵略者跑到别人家里搞渐进蚕食，这不叫渐卦，这叫贼卦，小偷小摸的贼。第4个角度，这不是针对中国，这是演给欧美看的。你仔细品品这个时间点，最近中印双边高层互动慢慢变多，边境多地驻军完成脱离接触。第36次边境磋商会议刚开完，整体局势明明在走向缓和，为什么印度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搞事儿？因为印度不愿意在谈判桌上处于被动位置，他需要在谈判开始之前先抛出个事儿来试探底线，观察中方后续的应对强度，用来调整之后边界谈判之中的出价筹码。你反应强烈，说明你在乎，那我下次就多要点；你反应平淡，说明你不在乎，那我就更进一步。但更重要的是
印度需要向欧美国家展示对华强硬的姿态。现在美国正在搞印太战略，到处拉帮结派围堵中国，印度是其中最重要的棋子之一。所以他这个时候在边境搞一波小动作，就是在告诉美国跟欧洲，你看我在前线替你们扛着中国，快给我投资，给我技术，给我武器。这就像是公司里那种天天在老板面前表现自己加班的员工，活不一定干了多少，但表演一定要到位。印度的对华强硬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表演型强硬，演给欧美看，换真金白银的支持。道德经讲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。能看懂别人的是智慧，能看清自己的是高明，能打赢别人的是有力气，能战胜自己的才是真正的强大。印度现在的问题既没有真正看清自己的实力，也没有战胜自己的国内问题的勇气，只能靠着对外表演来维持虚假的强大。说到这儿，可能有人要问，那我们就干看着吗？当然不是。事实上，我们的反制布局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早得多，深得多。第一手，地名确权。从2017年到现在，中国民政部已经连续发布了6批藏南地区标准地名，每一批都标注了汉字、藏文、汉语拼音跟具体坐标。2025年5月发布的第5批，正好也是27个地名。你品品这个数字，印度这波也搞27个，是不是有点对着干的意思了？但区别在于中方公布的地名都是当地藏族、蒙巴族同胞口口相传了上千年的原生名字，有历史依据，有文化传承，有群众基础。而印度那些名字是几个官员坐在办公室里一拍脑门子想出来的，谁的名儿更有合法性，一目了然。第二手行政建制。2023年4月，国务院批准撤销米林县，设立县级米林市，撤销错那县，设立县级错那市。特别是错那市，市政府驻地直接设在了玛玛门巴民族乡，这个位置比原来的错那镇更靠南，更靠近边境。这是个什么信号？这是告诉全世界，我们对藏南地区的行政管辖不是说说而已，是实实在在往前推进的。第三手，基础设施。西藏这边的公路、铁路、机场建设这些年突飞猛进，拉林铁路通车，川藏铁路在修，边境一线的公路网越来越密。以前我们往南边投送兵力跟物资需要好几天，现在可能几个小时就到。硬实力到位了，软实力才有底气。所以你看，印度在那边忙着改名，我们这边忙着建城市、修铁路、确地名，谁在做实事，谁在搞表演，一目了然。最后咱说点实在的，面对印度这波没完没了的改名闹剧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应对？第一，地名确权要继续加速，而且做到有故事的地名，不能只公布名字跟坐标，还要把每个地名背后的历史、文化、传说都给讲出来。比如达旺是仓央嘉措的出生地儿，比如某个山口是当年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。有故事的地名才有生命力，才能在国际舆论场上跟印度那些人造地名对抗。你印度改的是冷冰冰的文字，我们守的是活生生的文化，这一仗根本就不在一个维度上。第二，国际传播度一定要跟上，把印度的改名等于文化灭绝这个逻辑讲透。现在国际上很多人不知道藏南问题的来龙去脉，印度一宣传是印度领土，很多西方人就信了。咱们需要更多元的方式，纪录片、短视频、学术论文、国际诉讼，把藏南的历史真相、藏族文化的原生性、印度的文化置换政策讲给全世界听。要知道，舆论阵地你不去占领，敌人就会去占领。第三个，保持战略定力，不被印度带节奏。印度搞改地名、搞边境小动作，目的就是激怒我们，让我们做出过激反应，然后他好借机向欧美卖惨要援助。所以我们越是要沉得住气，你打你的改名战，我打我们的发展战。等我们的综合实力再上一个台阶，边境基础设施再完善一轮，藏南问题的解决窗口自然会出现。易经乾卦讲，潜龙勿用，不是不用，是时机未到。时候一到飞龙在天。最后咱总结一句印度改了27个名字，中国只说了3个字儿，不承认。改得了地名，改不了主权；画得了地图，画不走人心；演得了双簧，演不了历史。1962年的大逼斗虽然过去了60多年，但有些教训不是改几个名字就能忘得掉的。
藏南这片土地啊，每一座山都有藏语的名字，每一条河都有藏族的传说，每一寸土地啊都埋着中国人的历史。你印度啊可以在地图上涂涂改改，但你抹不掉仓央嘉措的诗，涂不掉藏族同胞千年的记忆，更涂不掉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。还是那句话，假名字啊配不上真土地，纸老虎啊永远撑不起真霸权。我是白方大招大招，点赞关注，下期再见。